家应该知道吧？我的预售屋已经交屋了，就对预售屋跟中古屋有些感触，所以呢就请了一个专业人士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古屋跟预售屋之间的那些事情。你们以为是高男是不是？我把它变出来喽。大家好，我是法律总动品员，一定要买中古屋。好像一定要买中古屋，怎么可能一定要买预售屋吧？你有听过？你知道这3间建商就是它每年的推案量都是几百亿以上的哦，对，够大的建商吧？对，把名字讲出来，赶快来杀他了。对，但是你要用你的青春去就是跟他换，你要背40年房贷。哇，所以假设你现在是30岁，你要背到70岁。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因为我本来都觉得中古屋真的完全没有优点，就不管预售屋或新成屋就打趴一切的中古屋。直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我就想说，哇，真的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在中古屋出现的。对啊，打折打折真的打到骨折。对，所以是中古屋的优点。对，他还蛮会讲话的。我发现他想赢，然后一直给我讲一些专业的术语来唬我。中古屋还是有好处的啦。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就开启订阅，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大家好，我是乐雅。今天呢，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独立讲完这整个故事，所以呢，我要请一个特别来宾来陪我一起开启这一集。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吧，我的预售屋已经交屋了。那在预售屋交屋的这段期间呢，我就对预售屋跟中古屋有些感触，所以呢，就请了一个专业人士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中古屋跟预售屋之间的那些事情。你们以为是高男是不是？我把它变出来喽。大家好，我是法律总动品员。累啊，我觉得你中古屋的事情呢，你不要跟我争，我中古屋超专业的。超讨厌中古屋，我超讨厌中古屋的。好，我就看你今天有没有办法说服我，然后让我觉得中古屋是一个一定要买中古屋，好像一定要买中古屋，怎么可能一定要买预售屋吧？为了避免我们等一下就是可能真的大打出手，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小天使帮忙。他呢就列了一些问题，那就跟之前我跟高南玩的那个游戏一样，毕竟我跟高南在装潢这件事情上也是有些小的意见的分歧。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先用笔圈叉的方式，那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再来良性的探讨，可以吗？良性 OK， 对，良性。好 ，Let's start。当然是中古屋一啊！定预售屋啊！我现在不是就买了个预售屋吗？你买中古屋了吗？还没，不那好。你还在那边？但是买中古屋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标的啊，你可以买低然后卖高，对，以投资角度是这样子啊。可是我买那预售屋的时候，我那时候买1坪60万，可是现在已经1坪90万了。在我交屋的时候，地段有这么好？对啊，我那是内湖啊，不好意思啊，还是得看是什么。还是看地段，地段是最重要的。现在买预售屋，如果说要跟代销直接买的话，其实就按照工程款去付就好了。像累啊，你买工程，我那时候第一期的时候应该才缴了10%吧。如果有2000万的房子，代表我第一期的时候可能就缴了100多万。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对中古屋是很反感，我是对漏水的中古屋反感。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但是其实我对那种新古屋，就是例如说5到8年之内的房子，我当时也是有在看。可是那时候我真的穷不要急，我就觉得当时我好像没办法一次拿出那么多钱，我需要逐步就是慢慢还。前提是我本来就有房子可以租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预售屋这件事情就会让我压力比较没那么大。所以你看，假如像我们这种穷不要急的年轻人就没办法买中古屋啊，因为一趟拿出的钱太多了。一次要拿出2成自备款，确实是比较就是多一点。你看2000万要拿400万呢。对，没错。对啊。好，所以这题，这题好难比哦，没有钱应该是不能买房子吧？对啊，你没有钱凭什么？你看他没有钱凭什么给我买房子？没钱先租房吧，干嘛给自己这么大压力？我是有听过，就是那种1000万的房子，5%、50万就可以交屋的。我朋友他是代销公司，他就可以交屋，但是地上权的是没有，他也是房屋所有权状。对，但是你要用你的青春去就是跟他换，你要背40年房贷。哇！所以假设你现在是30岁，你要背到70岁，就是用你的青春去跟他搏一把。这样你听过结构保固15年吗？我目前有听过有建商，你们家那时候我们没有，我们5年而已，没有那么长。对，但前提是那家公司要活到15年。对，有些是今年盖好，明年就倒给你看这样。没错，也是小建商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缺点。对，所以中古屋通常以结构来讲是没有像现在新的大楼结构的那种工法那么的坚固，所以确实就是中古屋它的结构没有预售屋好，所以这题对我不得不选择预售屋。其实我觉得中古屋并不是说它真的很多缺点，可是我觉得中古屋大部分会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漏水吧。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说，新成屋也会漏水，可是新成屋的漏水通常跟中古屋的漏水问题不是同一件事情。新成屋的漏水很常是什么管线没有接好啊，它可能有一点小缺失，它只要把那个地方 fix 之后，这个量体还是好的。可是中古屋的漏水很常是从建筑量体开始漏水，就是它可能外墙已经裂了，然后它已经有水进来了，所以即便你补了这个洞之后，那你有别的裂缝，它外墙水照样进，它照样裂。所以我不喜欢的是这种感觉，我不爱。但是买便宜之后，你用这个去跟他杀价之后，你再去重新做装修，这样应该还 OK 吧？是 OK，但我又不喜欢跟人家杀价，我觉得感觉很怪。他看起来就很会杀价。当然是我的专业啊，买房的事情不要跟我争。对，买房他真的是很专业。对，没错。对。会不会讲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中古屋的？对，这题停下，我觉得现在技术好像有点弱，好像输了，这样都提不出中古屋的优点。对。
不得不承认，好像这样子。真的不对啊，但是预售如果说工地已经有公安意外，那你是死人，你是凶宅啊。没有，只要是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他只要不要死在我这户里面都没关系。我是怕买到我这户里面有死人，只要不是死在你家，你就觉得没事。对，我就觉得没事。他假如是什么跳楼掉到公社跟什么，我觉得那就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是命。但是那个中古屋很有可能你房子有住别人呢。对啊，通常就是你在凶宅的话，通常就是有一个叫做凶宅网，你可以去查询那里面就是有没有发生过凶杀或是自杀，对，是有这个网站可以付费去查询，或者是请那种灵异体质的老师去感应一下里面有没有住人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你讲真的蛮有道理的，毕竟即便它是凶宅，那假如老师进去感应，然后里面是没东西的话，那好像房子也对，还 OK 吧？对啊，就是买中古屋，而且还比较便宜，对不对？对啊，因为凶宅会比较便宜，打折打折，真的打到骨折。对，所以是中古屋的优点。对，他还蛮会讲话的，即便他是凶宅，可是他可能也有他的优点，但你要认识一个有灵异体质的老师，平原可能有认识的，请他介绍。对，欢迎这边联系我。对。我们出现分歧了这么多题，当然啊，为什么？你有听过吧？把名字讲出来，赶快来杀他了！你知道这3间建商就是他每年的推案量都是几百亿以上的哦，对，够大的建商吧？对，大的。但是我最近卖一间，蛮多他们的案子，真的好不好意思。那最近我在卖一间房子啊，才刚交屋也没多久，地下室就漏水了。你看这么大的建商还是一样会漏水啊，真的，对吧？所以就是不是大的建商，就代表它一定就是建筑品质比较好。我自己觉得，以我做室内设计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好的建商，目前我觉得是中泰、华固跟大陆建设这3家的房子啊。我在做客变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他们有多细心。其实我经手过的客变案都很难在第一次客变的时候就马上签所有的客变单，通常去了那一次的时候还要讨论一些东西啊，他们还要再改图啊，都要来往个2、3次。可是我就是只有遇到华固跟中泰跟大陆建设，他们3个是直接在现场，当时客变的时候就会有全部的人，例如说机电的技师啊、土木技师啊，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坐在那边，然后你当场要跟他改什么东西，他现场就改图。所以就是这3家是我觉得不错的。这3家 OK？ 对，可以。这3家不行，对。可以来这边问我是哪3家？对。你知道现在预售屋大概33%到36%吧？对啊，你们家应该有3几%吧？没有，我们28%。但我那个案子是很特别的案子，我当时也是看了好多个预售屋，全部都是破30%的，都落在32%。可是就独我那个案子，它是28%，因为它那时候是主打一个智慧宅，所以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公设，我们的保全它只有早班，就是帮你收发文件而已。可是晚上的时候会全部都是智慧宅，就是从中心保全，那你自己要用磁卡进去。所以累啊，你公司的28%，所以你有1000万里面，你花了280万，你再买公设。对啊。这就是预售屋的缺点啊，没错，这倒是，你就是买不到10坪，对，你买中古屋，你就买不到，它会漏水哦，而且它里面有死人，感应一下就可以买了，感应一下就可以买了。我要笑死，挑衅达人有没有？树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丁丁。中古屋的邻居很难相处，好不好？你有看过那鞋子放一整排吗？对啊，龟白呢，龟白呢，真的，这种邻居要怎么相处？而且中古屋都很常找不到人，好不好？就我这边漏水，然后打电话给楼上，你甚至不知道楼上的电话，也没办法要到，对吧？对啊，但是还是要看公寓，他那边你的邻居是住亲戚朋友，还是说就是你熟识的人，那就是好相处嘛。对。但如果说你是租房子，你住去那边的话，那当然很容易遇到一些怪北北。对，你知道我看过那种就是把那个超市里面的那个菜篮车啊推到自己家，他说哦那是你们家的，他专属的菜篮车，专属菜篮车就放在他家门口。千金难买好邻居啦，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不管预售屋或中古屋都差不多。预售屋我也是有听过邻居很可怕的啊，就每天晚上就一直在楼下尖叫，然后叫保全上去，然后他就会突然安静。但只要保全一走，他又开始尖叫。可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走廊是有摄影机的，所以那个摄影机都可以录到他尖叫的声音。这是精神分裂。我觉得是他那户的人是有一点点精神问题的，对啊，所以你以为啊，我觉得都一样。是不是？这一题你没办法反驳了吧？其实我跟你说真的，因为我本来都觉得中古屋真的完全没有优点，就不管预售屋或新成屋就打趴一切中古屋。直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闻，我就想说，哇，真的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在中古屋出现的。有一个豪宅，他们的规约就是狗不可以在公社落地，但因为那个屋主觉得我都花了快要将近破亿买这个房子，然后我养只狗它还不能走这边的路，这边公社我有付钱啊，所以他就没有在鸟那边的管理员，他都还是让它落地。就最后管委会开了一个70几万的罚单给他，他一直打官司，可是胜诉之后呢，就是他只是不用付那个罚款，可是呢，他从今以后狗也还是不落地。我觉得就是之后我有一个 idea，就是说，好像台湾没有一个建商专门盖给就是毛共笼跟毛小孩一起共处，对，一起住的房子。好像没有，对。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去推广这个，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就对宠物友善这件事情。而且现在养毛孩的人比养小孩的人更多但是我的确在台北是有看到，就是那个租屋，就他那整栋就只租给就是有带毛孩的人，就主推只租给有带毛孩的人，赶快去推动一个啊。对啊，找一个建商谈。但通常建商都会是以盈利为导向啊。但我必须得说，建商们你要好好想想，大部分可以养狗的人都是有钱人，不然他们有多余的钱去养宠物。对，就这是我做这几年室内设计来的感想，就因为我们只做有钱人才养狗，真的有钱人才养大狗，就是这种开销都超级大的。难怪你会养总监，对啊，就是大狗。没错，我就想要让大家以为我是有钱人。OK， 这根本就没有。对啊，我房子太谦虚了，房子这么小一个而已，开门可以看到整个。那是你们的设计问题啊。对，良性的探讨。我还真搞不清楚
应该说房子越新，就是你的房屋税就会越高。你的房屋税单上面有一个叫做房屋评定限值，这个值啊，就是说你越新的房子，它这个值就会越高，乘上一定的比例之后，就会等于是你的房屋税，所以你要缴的税就会越高。你是不是在那边给我用一些专业术语在唬我？什么限制？这个税是不是你都没在缴啊？还是高男在缴？还是你不用缴？我要缴，我也搞不清楚。你再仔细讲一下，你可不可以讲白话一点，让我听懂啊？房屋评定限值，评定限值就代表就是说，就是你这个房子在政府机关它的认定这个它的产值、它的价值有多少。哦，对，那这个数值就会随着这个新旧程度去判断这个价值。通常中古就是它的房屋评定限值就会比较低，所以越新的房子越高这样。对，然后再乘公式。对，乘公式之后，它的房屋税就会比较高哦。我发现他想赢，然后一直给我讲一些专业的术语来唬我。中古还是有好处的啦。买爆啊！我真的一平20万我买爆啊！我一听到漏水屋，我就觉得哦，好排斥哦。你听我说哦，一平20万我买下去之后，我再找你装潢，论年设计有没有？装潢完之后，对，好，装潢好之后，我再卖100万，我现赚80万呢。也是啊，他在什么地点？你讲清楚，是什么地点？小巨蛋旁边吗？如果小巨蛋旁边，我会考虑。这个好心动哦，20万呢，对。好啦，其实好像不管在什么位置，就是20万的确是在台北是真的很低耶。对，好了，我给你一点点平反的那个啦，你推荐一下，你觉得要买中古屋？虽然说今天好像就是一路被累啊压着打，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补充一下中古的优势。今天你是买到便宜的中古屋，因为建商它的价格是不二价的哦。对啊，你进去代销中心，他讲那个价格就是那个价格，但是你中古屋是可以去跟原屋主去议价的。那假设你议到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之后呢，你再就是靠装潢，或是放可能1、2年、2、3年之后，等它增值之后你再去卖，它的那个增长的幅度、增值的幅度是会高于预售屋的。对，所以就是如果说以增值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中古屋就是略胜很多筹。没错，因为你自己看现在新成屋都贵到什么程度，一坪90万的预售屋，它就算增值，它还能增到哪去啊？好，就算它真的增值了，增值完还有没有人会买，都还是一个问题。有没有人去接手的？对啊，毕竟我一直都住在内湖一带嘛，内湖这一带是很多新成屋，而且很多那个建商盖了很多房子在五期那边，可那边都是空屋就还没卖完，空域很高。对啊，有任何想要当包租婆的人，跟想要跟房仲有相关的知识，都可以去品源的 IG 在这边。像刚刚你们想知道的哪3个建商不要买，赶快去问他。拜拜。